那把没撑开的伞，与一场无法复刻的雨中大雨。周深暴雨演唱会的极致与温柔，在高度工业化、追求声光电绝对精准的现代演唱会语境里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完美所包裹。每一束灯光的落点，每一个音效的切入，都被精密计算过，力求分毫不差。然而，真正能够击穿岁月，在听众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的神级现场，往往并不诞生于毫无瑕疵的温室，而是绽放于失控的边缘。大鱼海棠10周年特别演出的那个夜晚，便是一场由老天爷亲自执笔的失控。当倾盆大雨毫无征兆地砸向舞台，当18亿的社交媒体阅读量在短时间内如海啸般席卷网络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场按部就班的商业演出，而是一次打破常规、血肉相连的灵魂共振。这场暴雨非但没有成为演出的终结者，反而以一种近乎残酷又极致浪漫的方式，成全了华语乐坛近年来最无法复刻的限定现场，一把未撑开的伞，丈量出偶像与观众的共情距离。演出的中段，天空仿佛被撕裂，密集的雨点重重地砸在舞台的灯光设备和地面上，水花四溅。按照大型演出的常规应急预案，工作人员迅速拿着伞冲上台，试图为歌手遮挡风雨。这是出于对艺人的保护，也是无可厚非的职业操作。但周深轻轻挽聚了那把伞这个看似微小的动作，在暴雨中却具有千钧的重量。试想，在数万人的体育场里，台下绝大多数观众并没有完备的雨具，他们正坐在看台上，任凭雨水浇透全身。如果此刻台上的人撑起一把伞，在视觉上和心理上，就会瞬间画出一道台上人与台下人的鸿沟。那把伞挡住的不仅是雨水，更是彼此之间同频共振的温度。周深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不能独自避雨。他选择站在雨中，让雨水顺着发丝滑落，让浅色演出服紧紧贴在身上，是因为他懂得陪伴的真正含义。这不是刻意营造的悲壮人设，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悲悯与共情。他要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告诉台下的数万人，你们在经历的风雨，我也在经历；你们承受的寒冷，我亦感同身受。这种同淋一场雨的默契，瞬间消解了极端天气带来的焦躁，将数万颗心紧紧拴在了一起。麦克风里的水声与万人合唱筑起的防波堤，然而共情并不能解决物理层面的技术危机。对于一场全开麦的现场演唱而言，暴雨是致命的雨水无情地侵入了麦克风，导致副歌第一段的高音收音出现了短暂的卡顿与失真。在直播或翻拍镜头中，这哪怕只有0点几秒的瑕疵，都足以让屏幕内外的心悬到嗓子眼。观众的担忧是真实的，在视线被雨水模糊、舞台地面湿滑如冰的绝境下，这场演出还能继续吗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奇迹发生了。台下的数万名观众没有等待，没有慌乱，而是自发地唱起了大鱼的旋律。那是一种怎样的声音？它穿透了厚重的雨幕，盖过了嘈杂的雨声，带着一种震撼心灵的磅礴力量，与周深的歌声完美交融。这不再是单向的偶像崇拜，而是音乐人在绝境中得到的最大救赎。见此情景，周深没有退缩，他轻轻甩动话筒，将积水抖落，重新调整呼吸与状态，以毫无保留的全开麦状态继续完整演绎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尽管环境极其恶劣，他的气声控制、细腻的转音，以及那标志性的仿佛能穿透云层的空灵高音，竟然没有丝毫打折雨声的白噪音。乐队的伴奏，他极具穿透力的人声，以及数万人的大合唱，在这一刻四轨合一。大鱼中那种辽阔山海、温柔却带着淡淡怅然的意境，被这场暴雨无限放大。舞台氛围在这一刻被推至了前所未有的顶点。这已经超越了演唱的范畴，变成了一场关于生命、关于坚守的宏大仪式。从神明到邻家少年，碎碎念里的极致温柔，如果仅仅是淋雨苦唱，那这只是一场悲壮的牺牲。但周深之所以是周深，在于他总能在宏大的叙事中注入最细腻、最落地的温柔。在演唱的间隙，他没有沉浸在自我感动的氛围里，而是像个操心的大家长，不停地通过麦克风碎碎念。他关切地提醒大家注意手机防水，反复叮嘱千万不要随意站到看台高处，以免发生危险，并温柔地宽慰大家无需担心自己。他微笑着，用那种特有的、带着安抚力量的语调说：“既然今天下雨，那就让我们伴着风雨，好好唱完这首歌吧。”这句话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为暴雨带来的慌乱情绪披上了一层暖意。在这一刻，他不再是舞台上那个空灵脱俗的海妖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，而是一个与你并肩站在雨中，会提醒你带伞，会对你微笑的邻家少年。这种从神明走下神坛的真实感，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然将他人安危置于自我表达之上的修养，
才是这场演出最戳中人心的内核时空蒙太奇。从郑州到今夜，大鱼里的风雨人生。回望周深的演绎轨迹，雨中稳唱大鱼似乎成了一种宿命般的互文，许多老歌迷一定会想起此前的郑州巡演。那同样是一场大雨，他顶着暴雨连续演出3个小时，体力与嗓音都经受着极限考验。当大鱼作为压轴曲目登场时，台下蓝色的荧光棒在雨幕中汇聚成一片璀璨的星海。那时的他全身湿透，却全程专注，没有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敷衍任何一个唱腔，其极高的专业素养令人钦佩。如果说郑州的雨考验的是他作为歌手的专业与坚韧，那么今夜大鱼海棠10周年的雨则赋予了这首歌更深层的灵魂与厚重。大鱼是周深的成名作，承载着他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的多年演艺经历，也承载着他与听众之间双向奔赴的陪伴记忆。在以往的唯美舞台上，大鱼是细腻的、空灵的、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但在暴雨中，大鱼多了一层历经沧桑的厚重感。风雨何尝不是人生追梦路上的具象化阻碍？周深自己的成名之路又何尝不是伴随着无数的质疑与风雨？当他在暴雨中唱出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时，那歌声里不仅有对歌曲角色的共情，更有对自己来时的路的回望。风雨如晦，歌声未绝，观众的陪伴始终存在。这场暴雨版的大鱼完美演绎了歌曲中坚守与温柔的双重意境，完成了从唯美到悲壮再到释然的艺术升华，狂热背后的冷思考，安全与艺术的走钢丝。当然，当井号周深暴雨中的大鱼井号在短视频平台疯传，引发全网狂欢的同时，理性的声音也随之出现，一部分观众被这份敬业与共情深深打动，认为暴雨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力，这种金钱买不到的独特体验是演唱会的最高境界。但也有少数网友和业内人士提出了合理的担忧，在暴雨环境下，舞台电路漏电、设备短路，以及演员和观众受寒感冒等安全隐患是客观存在的。他们建议，在极端天气下，应该及时暂停演出，以保障绝对的安全。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。追求极致的舞台艺术与坚守安全底线，本就是大型演出中需要时刻平衡的难题。事实上，现场周深和团队在处理这一问题时，展现出了极高的成熟度。周深并没有盲目煽动观众淋雨狂欢，也没有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舞台而忽视风险。他在兼顾演出品质的同时，全程将观众的安全置于首位。那些关于手机防水、不要站高处的反复提醒，正是他在努力平衡舞台效果与安全考量的证明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在艺术的极致与现实的安稳之间，走出了一条充满人情味的钢丝雨停了，但那条大鱼永远游在了心里。整场表演结束时，雨势间歇。周深全身湿透，头发贴在额前，演出服沉甸甸地裹在身上，但他依然站定在舞台中央，向台下的每一位观众深深地、久久地鞠躬致谢。那一刻，没有华丽的安可，没有绚烂的彩带，只有水珠滴落的声音和经久不息的掌声。不少观众在事后发文感慨，大雨并没有冲淡他们的热情，反而洗刷了世俗的浮躁。这场风雨中的大鱼必将成为每个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回忆。在这个一切都追求效率、追求完美的时代，我们为什么会被一场不完美的暴雨演出深深打动？或许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，在冰冷的工业流水线之外，还有血肉相连的现场；在精于计算的娱乐圈里，还有毫无保留的真诚。那把没有撑开的伞，那个甩动话筒的动作，那句温柔的安抚，共同铸就了这场无法复刻的限定舞台。那么，在暴雨的加持下，你觉得大鱼的舞台氛围感是否达到了巅峰？在你的记忆中，周深哪一次的大鱼现场最触动你的心弦？是郑州雨中的蓝色星海，还是今夜风雨交加中的万人合唱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与感受，让我们一起在回忆里再听一次那条游过岁月的大鱼。